根据台湾肾脏病学会的数据，超过30%的肾脏透析人群是由于慢性疾病引起的。但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年轻人忽视了蛋白尿，到了中年就患上肾小球炎，肾功能迅速下降，等待治疗肾功能明显恶化。医生们呼吁公众更多的关注慢性肾脏病的5大要点，即尿尿是否有泡泡持续不散，四肢眼眶是否有水肿现象，血压是否异常，是否有贫血及是否异常疲劳来检视。符合指标越多，肾病变的可能性越高，以便在早期发现并积极预防。台湾约有200万名慢性肾脏病患者，但只有不到1/10的人知道自己患有肾脏病。这主要是由于早期缺乏明显的症状和公众缺乏警惕性。发病年轻化的主要原因是蛋白尿在早期阶段被忽视，没有跟踪，导致病情迅速恶化。中老年人担心肾脏迅速恶化。肾炎是一种以肾小球炎症为特征的疾病。肾小球是肾脏中过滤血液中废物的小血管，该疾病可导致肾衰竭和其他严重的健康问题。了解肾小球肾炎的原因、常见症状和治疗方法，以促进肾脏健康。肾炎的原因，肾炎有几个潜在的原因，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免疫紊乱。当免疫系统产生大量的免疫复合物，然后通过血管输送到肾小球时，就会出现这种情况。这可能是由身体其他部位的感染或自身免疫性疾病引起的。免疫复合物在肾小球中的积累会导致炎症和肾脏损害。重金属、环境污染物如塑化剂和 PM2.5 漂浮颗粒也可引起肾炎。某些药物如氨基糖苷类抗生素、非甾体抗炎药 NSAIDs 和顺铂化疗药物也可以引起这种情况。其他可能导致肾炎的原因包括：1. 肿瘤、血液病和恶性肿瘤，如结直肠癌和肺癌，可导致免疫复合物在肾小球内聚集，产生特定的抗原和分泌因子，引起肾小球肾炎。2. 药物，非甾体类镇痛药、含金化合物或氨基糖苷类抗生素可引起肾小球肾炎。3. 自身免疫性疾病和血管炎。自身免疫性疾病，如红斑狼疮，由于免疫复合物的积聚，可引起肾小球肾炎。血管炎引起的肾小球肾炎通常更严重，需要积极治疗。4. 遗传因素，有胶原蛋白或酶缺陷的家族史可引起肾小球肾炎，如果不及早发现，可导致肾衰竭。5. 感染，病毒或细菌感染可导致免疫紊乱而引起急性肾小球肾炎，例如链球菌性咽喉炎和皮肤感染。腺性肾炎的类型，根据病程的不同，肾小球肾炎可分为2种类型：急性肾小球肾炎和慢性肾小球肾炎。感染后的肾小球肾炎，根据台北综合医院的数据，大约28%到47%的急性肾小球肾炎患者有链球菌感染，约有12%到24%的患者感染是由金黄色葡萄球菌或表皮葡萄球菌引起的。肾丝的急性炎症也可能是由病毒、败血症或肺炎引起的免疫紊乱造成的。慢性肾小球肾炎，慢性肾小球肾炎是指双肾的肾小球发炎超过1到2年的情况。由于慢性肾小球肾炎的最初症状并不明显，患者往往忽视自己的病情，拖延就医，导致肾脏衰竭。腺性肾炎的症状，腺性肾炎可表现出各种症状，包括自我监测肾脏异常情况，即尿液中是否有气泡持续存在，四肢或眼眶是否有水肿，血压是否异常，是否有水肿，贫血或异常疲劳。满足的指标越多，肾病的可能性就越大。其中，血尿尤其值得关注。该病患者经常出现血尿，因为身体的细丝被破坏，红细胞通过细丝进入尿液。如果血量较大，尿液可能会出现条纹、凝固或变成红色或棕色。然而，大多数病人的出血量很小，血尿很难用肉眼发现。肾小球肾炎的治疗主要取决于疾病的原因。常见的治疗方法包括以下几种：免疫抑制疗法。免疫抑制疗法主要用于自身免疫性疾病和脉管炎，其目的是抑制免疫功能，减少免疫介导的对肾脏的损害。常用的药物有糖皮质激素、免疫抑制剂和血浆交换。抗炎和抗凝治疗，如果疾病是由感染引起的，可采用抗炎和抗凝治疗来减轻炎症和改善肾功能。
常用的药物包括抗生素、抗炎药和抗凝血剂。对症治疗，对症治疗包括控制高血压、减少蛋白尿和治疗水肿。高血压通常用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或血管紧张素受体阻断剂治疗。蛋白尿用糖皮质激素或免疫抑制剂，水肿用利尿剂。透析，当肾脏功能不再正常时，透析用于清除血液中的废物和多余的液体。当肾功能低于10%或出现严重症状时，如液体过多、严重的电解质失衡或血液中毒素含量过高，通常建议进行透析。预防丝状体肾炎。预防肾小球肾炎的最好方法是保持良好的肾脏健康。以下是一些有助于预防肾脏疾病的提示：保持水分，喝大量的水可以帮助消除毒素，防止肾结石的形成。饮食健康，健康的饮食可以帮助预防高血压、糖尿病和肥胖症，这些都是肾脏疾病的风险因素。建议采用富含水果、蔬菜、全谷物和低脂肪蛋白质的饮食。定期锻炼，定期锻炼有助于保持健康的体重，降低血压和改善心血管健康。所有这些都有助于预防肾脏疾病。慢性病的管理，慢性病如高血压、糖尿病和自身免疫性疾病都会导致肾脏疾病。适当管理这些疾病对肾脏健康至关重要。避免有害物质，接触重金属、环境污染物和某些药物都可能导致肾脏疾病。避免这些物质可以帮助保护肾脏。